第4章，孤狼的末路与最后的审判。序曲：从继任初期的脆弱到掌握实权，1989至1998。1989年，霍梅尼逝世。霍梅尼逝世前属意的继承人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 Montazeri 被霍梅尼亲手罢黜了。原因是他在1988年那场惨绝人寰的监狱大屠杀中，竟然试图阻止霍梅尼，甚至公开写信批评这是不义之举。霍梅尼的怒火烧毁了蒙塔泽里的继承权。当时身为总统的哈梅内伊，当蒙塔泽里在质疑屠杀时，哈梅内伊选择了沉默与执行。在霍梅尼在世时，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神学造诣最高的，但他绝对是最听话的。他身上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勋章。198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被反对派的炸弹炸废了右手。霍梅尼曾亲自去医院探望，称赞他是活着的烈士。这句话成了他后来重要的护身符。因为原属意的继任者被罢黜了，所以霍梅尼逝世时，关于接班人一事一团混乱。哈梅内伊当时甚至不是大阿亚图拉，按宪法根本没有资格接班。实握实权的议长拉夫桑贾尼 Rafsanjani 站了出来，在会议上宣称，霍梅尼临终前曾私下对我说，只要有哈梅内伊在，国家就不会有事。心里打着一个精明的算盘，这个人资历浅，没根基，身体还不好，是最完美的傀儡。在拉夫桑贾尼的策动下，宪法被火速修改，原本严格的宗教资格被删除。这一切都是为哈梅内伊量身打造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交易。你当精神上的最高领袖，我当掌握实权的总统。当时正是两伊战争结束后的废墟时期，经济大萧条。为了做出成绩，拉夫桑贾尼推出了著名的建设时代 SDG。他向西方微笑，呼吁引进外资，街头的口号变少了，商场变多了。人民慢慢发现，日子好像真的好过了一点。为了安抚那群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革命卫队，拉夫桑贾尼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把国家最大的基建工程都交给了军队去干。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让军人有钱赚，他们就不会来干政。但他忘了，当你喂饱了一头狼，他想吃的就不仅仅是肉，而是你的手。此时，身处深宫的哈梅内伊开始感受到恐惧。一方面，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橡皮图章；另一方面，他看着苏联解体，看着拉夫桑贾尼搞开放，内心深处那种对巴列维时代重演的恐惧被彻底唤醒。他称之为文化侵略。于是，这匹孤狼决定不再沉默。他绕过总统，直接与军方鹰派情报部门结成了秘密同盟。1992年，拉夫桑贾尼正在努力吸引德国的投资，试图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但意外出现了。伊朗特工在柏林米克诺斯餐厅公然枪杀了库德族反对派领袖，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化为乌有，欧伊关系瞬间冻结，拉夫桑贾尼的经贸梦碎了一地。1994年，拉夫桑贾尼试图展现温和形象，阿根廷犹太中心却发生了大爆炸。1996年，拉夫桑贾尼好不容易缓和了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霍巴尔塔的美军宿舍就被炸飞了。这一切意外，正是哈梅内伊和他的情报部门在背后精准运作。他不需要说话，他用炸弹告诉拉夫桑贾尼，外交是你请客吃饭，但这个国家我才是真正的老大。1997年，拉夫桑贾尼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权力被掏空，黯然退居幕后。
他亲手扶持的傀儡已经长成了无法控制的巨兽。从此以后，无论是提倡文明对话的哈塔米，还是后来达成核协议的鲁哈尼，这些总统们都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在德黑兰手握选票的人或许能住进总统府，但手握枪杆子的哈梅内伊才是这个国家永恒的房东。Part 1：天降大礼与虚胖的帝国，1998至2009。夹心饼干与意外的大礼。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当年伊朗的国际形势。在进入21世纪之前，哈梅内伊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因为在地图上，伊朗就像一块夹心饼干，被2条疯狗左右夹击。东边是把什叶派当异端攻击的极端神学士塔利班。1998年，这帮疯子冲进阿富汗北部的伊朗领事馆，杀了10个外交官。哈梅内伊气得调了20万大军去边境，差一点就要开战。西边则是伊朗人民的梦魇，萨达姆、海山。两伊战争虽然在联合国的强势调停下停火了，但只要海山还活着一天，伊朗人就没法安稳睡觉。直到那一天，老天爷，或者说美国人，给他送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2001年911事件震惊世界，也唤醒了沉睡中的美国。美军强大的力量朝中东席卷而来。小布希为了抓宾拉登，先是在2001年灭了东边的塔利班，接着在2003年又以寻找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把西边的海山送上了绞刑架。这真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黑色幽默。美国人流血流汗，花了几万亿美元，却免费帮伊朗清除了所有的边境威胁。东西两面的疯狗一死，中东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哈梅内伊知道他的运气来了，影子指挥官与前沿防御。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登场了。圣城军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Qasem Soleimani）。如果说哈梅内伊是帝国的大脑，苏莱曼尼就是他的利剑。趁着美军在伊拉克的泥沼中挣扎，苏莱曼尼带着成箱的美金和武器渗透进了巴格达。海山倒台后，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终于翻身了。而这些新上台的领导人，过去几十年都是在伊朗避难的老朋友，吃着伊朗的米长大的。苏莱曼尼根本不需要派大军占领，他只需要打几个电话。伊拉克这个曾经阻挡波斯人西进的铜墙铁壁，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朗的后花园。哈梅内伊尝到了甜头，他把这种玩法称为前沿防御。与其在家里等着挨打，不如去别人家里放火。这就是后来让西方闻风丧胆的抵抗轴心。他在黎巴嫩扶植真主党，在叙利亚死保阿萨德。2006年，真主党靠着伊朗的钱和枪，硬是扛住了以色列的进攻。这让哈梅内伊确信了一件事：只要给钱，别人就会替他流血。就这样，在国际舞台上，伊朗看起来像个巨人，手指一动，中东就得地震。被吞噬的国家与虚胖的巨人。然而，这场昂贵的帝国游戏是谁在买单？是每一个买不起面包的伊朗家庭。为了支撑苏莱曼尼在海外的扩张，哈梅内伊必须把国库的钥匙交给那群穿军装的人——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军队早就变质了，他们不再只是保卫国家，他们控制了港口、电信、石油。这是一个被军事集团绑架的国家公司，你花的每一分钱，
最后都变成了苏莱曼尼行李箱里的美元，或者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这个帝国看起来很壮，其实全是虚胖。面包变成了火箭弹，学校变成了军营。撕下的面具，人民不是没有试图反抗，他们曾经选出微笑的总统哈塔米，以为能带来改革的春天，但哈梅内伊冷冷地看着这一切。1999年，当大学生在宿舍里讨论自由时，警察和暴徒冲了进去，把学生从楼上扔了下来，血染红了德黑兰大学。所有的忍耐终于在2009年耗尽了。那一年的总统大选，哈梅内伊铁了心要扶持他的恶犬内贾德连任，但作弊做得太难看，几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不想要革命，他们只是卑微地问一句：我的选票在哪里？但哈梅内伊可不是前一章那软弱的巴列维国王，他选择了镇压。那一声枪响杀死了年轻的女孩，也杀死了伊斯兰共和国最后一点合法性。从这一天起，哈梅内伊彻底地摘下了面具。这个政权终于变成了一头依靠刺刀和石油美元维持的外强中干的怪兽。Part 2， 系统性崩解。当神话遇到现实，2015至2025，昙花一现的骗局，被挥霍的国运。时间来到了2015年，哈梅内伊的运气似乎又好了一次。面对西方长达10几年的经济制裁，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快要崩溃了。这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递过来一根橄榄枝，核协议。这是一笔简单的交易，伊朗暂停搞核武，西方解冻伊朗几百亿美元的资产，让石油重新流向世界。那一晚，年轻人冲上大街，按着喇叭，跳着舞，甚至有人举着美元大钞欢呼。他们天真的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里亚尔会升值，工厂会开工，伊朗终于要变回一个正常的国家了。但他们错了，他们低估了独裁者的贪婪，也高估了神权政府的良心。哈梅内伊拿到这笔救命钱后，1分钱都没有花在改善民生上，他转手就把钱交给了影子指挥官苏莱曼尼。这笔原本该变成伊朗人民餐桌上面包的钱，转眼间变成了叙利亚战场上的炸弹，变成了也门胡塞武装手里的导弹。哈梅内伊用国运做赌注，去换取他在中东所谓的大国地位。人民发现制裁是解除了，但自己的钱包反而更扁了。川普的重拳雨斩断狼爪，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2018年，美国换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上任总统，川普 Donald John Trump。川普看得很清楚，伊朗不仅是个恐怖分子，更是中国在中东的加油站。为了打赢美中贸易战，川普撕毁了核协议，祭出了极限施压。这一次可是真的往死里打，伊朗的石油出口几乎归零，货币变成了废纸。哈梅内伊以为抱上东方大国的大腿就能活命，结果反而引来了更狠的杀招。紧接着2020年，更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那个被哈梅内伊视为帝国之剑，在中东横着走的苏莱曼尼，刚飞到巴格达机场就被美军的死神无人机盯上了。没有废话，没有谈判，只有几枚地狱火飞弹。这位不可一世的将军，瞬间变成了路边的一堆残骸。这是一次精准的斩首。川普用行动告诉哈梅内伊，
你的那些代理人网络没了苏莱曼尼就是一盘散沙。果然，失去了大脑的抵抗轴心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伊朗的首席和科学家在首都街头被遥控机枪射杀，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如同虚设。天谴，德黑兰屠夫的坠落，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2024年5月，一场诡异的大雾降临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总统莱西 Raisi 乘坐的直升机撞山坠毁。这位莱西可不是一般人，他被称为德黑兰屠夫。1988年那场惨绝人寰的监狱大屠杀，他就是签字的法官之一，手上沾满了几千名政治犯的鲜血。哈梅内伊原本指望这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来接班，延续他的独裁统治。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看着救援队在迷雾中抬出那具焦黑的尸体，很多伊朗人都相信，这不是意外，这是审判。善恶到头终有报，苍天曾饶过谁？哈梅内伊痛失接班人，这匹老狼终于在迷雾中感到了彻骨的孤独。自杀式的挑衅与科技帝国的怒火，但最荒谬的结局往往是由最愚蠢的决定开始的。正值乌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2023年10月，哈马斯那帮人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竟然跑去偷袭以色列。作为大哥的真主党，为了讲义气，也跟着往以色列扔火箭弹。对抗以色列不过是霍梅尼为了自己政权合法性所找的理由，这些小弟们却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他们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射几颗飞弹，反正最后大家谈判桌上见。但他们错了，他们惹毛了一个科技帝国。2024年9月，现代战争史上最羞辱性的一幕上演了。真主党为了怕被窃听，改用老掉牙的 BB Call。以色列人没有派兵，只是在键盘上敲了一下 Enter 键，几千个挂在腰间的 BB Call 同时爆炸。这不仅仅是炸伤了几千人，这是炸毁了整个组织的信任，炸出了内心深层的恐惧。紧接着，以色列战机投下钻地弹，把真主党总部连同领袖纳斯鲁拉直接埋进了废墟。哈梅内伊引以为傲的抵抗轴心，在几周内就被拆成了废铁。终极审判，幽灵的降临。即便到了这一步，哈梅内伊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他以为只要躲在地下几百米的核设施里，只要手里还有那些离心机，美国人就不敢动他。但他忘了，2025年，白宫的主人又是那个4年前连任失败的狂人川普。川普没有废话，在1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雷达上什么都看不见，但在伊朗的头顶上，死神已经来了。那是 B2 幽灵轰炸机。他们投下的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 GBU-57巨型钻地弹。这种重达几十吨的怪物是专门为哈梅内伊的地下王国准备的。2026年2月28日，现代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斩首行动降临了。美以联军的战机撕裂了伊朗的夜空。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连同他的神权堡垒，在轰鸣声中化为了历史的灰烬。国库空了，将军死了，盟友废了，现在连大脑也彻底死亡。这座虚胖的帝国终于被剥得精光，彻底断了气。结语：黎明前的觉醒，恐惧的终结。从玛莎到现在，2022年9月，
一个叫玛莎·阿米尼 （Mausa Amini） 的库德族女孩，因为头巾戴得不标准，被道德警察活活打死。成千上万的女孩走上街头，摘下头巾，烧掉它。她们对着枪口高喊：“女性、生命、自由 ”Zan, Zendigi, Azadai。虽然那次抗议被血腥镇压了，但它留下了一颗火种。原本我们以为这场对抗还要持续很久，但历史的翻页往往就在一瞬之间。就在我们制作这部影片的当下，2026年3月1日，伊朗官方证实了哈梅内伊在空袭中丧生的死讯。德黑兰街头，那些曾经面对镇暴警察的年轻人，迎来了没有最高领袖的第一个早晨。因为哈梅内伊统治这个国家最可怕的武器——恐惧，已经随着他的地堡一起灰飞烟灭了。王子的回归，被召唤的旧时光。在经历了47年的神权噩梦后，人们发现，当年那个穿着西装、搞建设，虽然独裁，但至少让国家体面的国王，似乎也没那魔幻。流亡海外40年的里萨·巴列维王子 Reza Pahlavi 频繁地穿梭在欧洲各国的议会，组建过渡委员会。他提出的主张很简单：世俗化、法治、自由选举。他不是要来做皇帝，他是要来做这个国家过渡到现代文明的桥梁。在德黑兰的墙壁上开始出现涂鸦：里萨莎，神保佑你 ；Reza Shah, Rohat Shad。这不是在呼唤一个君主，这是在呼唤一种正常的生活，一种世俗的、不被宗教绑架的尊严。Bonus 星辰的判决，来自宇宙的倒数计时。最后，给坚持看到这里的观众一个小小的彩蛋，这也是这部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巧合。历史学家看的是档案，军事家看的是地图，但还有一群人，他们看的是星星。为了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我们特地去翻阅了全球各大占星论坛。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西方的心理占星，还是东方的吠陀占星，他们对伊朗国运的判读竟然不可思议的吻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于1979年4月1日，在占星学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白羊座政权 Aries regime， 充满了火药味、冲动、好战，但他的命主星却长期被土星 Saturn 压制。这意味着这个政权一生都在用高压统治来掩盖内心的恐惧。原本我们在脚本里写着有占星师指出，2026年2月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月份，这就是业力引爆点。论坛上的共识是欠了40年的债，老天爷要在这几个月一次讨回来。结果就在我们要上片的前夕，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2月的最后一天，这颗业力炸弹真的引爆了。最后还有人分析了流亡王子里萨·巴列维的星盘，他在2026年的年中，幸运之星木星将会照亮他的是夜路。预言说，在2026年的夏天，他极有可能踏上故土，不是为了复辟，而是为了带领人民找回失落的波斯荣光。现在看来，这不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预言，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倒数计时。当然，你可以说这都是迷信，是巧合。但当经济崩溃、军事惨败、独裁者殒命，连天上的星星都排成了一条直线时，你不得不相信，这匹孤狼的命数
真的近了。而伊朗的春天终于要来。